3档。Hello， 大家好，又是 Eder 不是一个差别，只是 POV，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欢迎回到POV 试驾系列了哈。最近马路上看到很多辆的 Chery Omoda 5， 之前 Omoda 5也提过 April 在推出的时候呢，那个 event 其实我有去啦。如果你们有看过我之前的影片的话，你们都知道，其实我短暂试驾，可以说我试不来什么东西。终于今天 Chery Malaysia 借我1个礼拜来试驾。当我试驾1个礼拜之后呢，我有很多东西想要讲。当我把他的照片发在我私人的 Facebook 户口的时候呢，就有很多身边的朋友就问啊，这辆车怎么样啊？怎么样啊？很多人都想去买，尤其是这个外形其实是蛮好看的，只是有些人会接受不到这个前脸，有一点像密集恐惧症的人的话呢，它的直接竞争对手呢是 B segment SUV、Proton X50 啦、Honda HR-V 的。可是呢，它的价钱是在 Honda HR-V 与 X50 的中间。之前我有做过一个 walk around review， 让你们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这个影片呢就会做一些不同的东西给你们看。之后我呢在试驾呢到这个云顶三角给你们了 Part 2的影片呢就直接把它开上云顶了。首先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呢，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啦。当我更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啦。话不多说 ，Let's go。Chery Omoda 5的话只有2个等级啦，一个是108千，一个120千左右的。尤其是在我前面这辆是一个顶配版的，你会看到有红色边啊。今天在我前面这辆是一个白色的啦，可是我个人认为呢，全黑的加红边是真的非常好看，就看个人喜欢哦。这个尾巴呢是我觉得最好看的一个，它成功了，有一点像 Lexus 的感觉哈。因为今天是一个人，那所以我就蛮早出门的，6点半就出门了。这个是它的钥匙哦。当我接近这辆车的时候呢，看到吗？它会有一个灯，就在跳舞的感觉是非常好看，觉得有点困扰啦。有时候我只是靠近这辆车，我不想要解锁，它就会自动帮我解锁。那我一离开的话呢，还有锁上，是很方便的一个功能来的。可是就见仁见智啦。接近它，看到吗？你看到吗？前面的灯，前面的灯。有流水线哈，你解锁或者锁上车的话，它都会这样。其实我一靠近它之后呢 ，side mirror 会打开，下面会照这个 Omoda 的这个灯，它是跟着这个 side mirror 的，其实很亮的，晚上看起来是真的很好看。你有内饰气氛灯，后面是没有啦，那里面是整个看起来是高级感满满。这张座椅有点像 semi bucket seat 的，这里有个洞。如果你从外面看进去的话呢，整个内饰其实是 molded 顶啊，看到这个有一些按键。它声音其实蛮不错的哈，这个方向盘是可以调整上下前后的，打造引擎。这个 Start Button 很像 Mercedes-Benz 有没有？10.5寸，10.5寸的荧幕，不管你是买到高配还是低配都是一样的。冷气的控制呢都是 Touch 的，其实我个人没有什么很喜欢啦，我的手比较容易出汗的人呢，有时候会搞到这边很多满满的指纹呐。所以这边有 Wireless Charging 一个，这里呢其实是给你放钥匙啊或者放电话，就不是像 Tesla 这样两边都是无线充电来的哈。非常漂亮的挡刮，你现在踩着刹车的话呢，把它推下来 ，N R。N， 如果你切换到 D 的时候呢，想要用这个手动模式呢，旁边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按钮，你按着，
然后你就会看到这边显示变成了 M1， 它可以模拟9档哦，你可以推上推下来进行换挡啊。给你再按多一次这个 button， 按了之后它就会变低，然后你按 P 就是会自动上锁它的手刹，还有那里有 Auto Hold， 这个 Auto Hold 呢，你必须要系上安全带之后呢才可以使用的啦。然后这里有驾驶模式，它的 button 其实一点都不超，我按下去。听到吗？有 Sport 还有 Eco 啦，这辆车可惜就没有 Normal Mode， 还是 Light。抱歉啊，signal 声是没有得换了。这置备架的话就有气氛灯，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储物空间，在里面可以深入进去。然后呢，就有一个洞可以打开，让冷气呢就是传到里面去。气氛灯方面要更换颜色很简单，你去到这个主机里面呢，去到 Vehicle Settings、Lighting Settings、Personalized Settings、Ambient Light Adjustment， 这里你可以换很多颜色，有没有？然后你可以换成。根据你驾驶模式来换颜色，绿色代表 Eco， 红色代表 Sport， 还可以跟着音乐来跳舞啊。如果你要调整你的头灯高低呢，就是在这里调。然后还有很多的可以调啦 ，Driving Assist 啦，比如说 Lane Departure Warning 你要开关都可以啦。至于它的方向盘的重轻呢，你可以在这边调 Comfort 还是 Sport。可是呢，我是根据驾驶模式啦，所以就是当 Sport 的时候呢，那个方向盘会比较重一点的。Local Setting 就是调一些 Bluetooth 啊、WiFi 啊。如果你要更换仪表的这个显示的话呢，你就是可以去到 Display。Team Settings， 然后它只有3个。那原装的话呢，它就是显示这样的。我个人没有这么喜欢哦。当如果有车在前面，它就会显示咯，有路牌不很低啊，或者是时速限制，它都有时候会显示在这边的。所以还有另外一个叫 Fusion， 它就变紫色这样啦。跟刚刚那个差不多，你可以更换一些显示资讯啊，它的油耗啊。Trip A 就是代表当你打着引擎开始呢，就记录到你熄火的时候 ，Trip A 不能 reset 的，就是你熄火就 reset 了。而 Trip B 呢，就是你可以自己按着那个 OK 3秒钟，它就会 reset 了。那我就从我添满油之后呢，如果你以我这么重脚人呢，我其实大概10个 liter per 100 km 这样子啦，一桶油大概47公升就可以打满了的，行驶的里程大概400多公里啦，420到430左右。比较喜欢使用这个仪表呢是有双元仪表式的，所以这个看起来比较像简单一点的，还是习惯看转速表，往下掰呢就可以看到瞬间油耗，还有就是 TPMS、One Touch。自动雨刷、自动头灯、自动远光灯。要怎么开启自动远光灯呢？你要去到 Vehicle Settings、Lighting Settings、Intelligent High Beam， 往里面拉一下就是闪人家高灯啦。那如果往里面推一下呢，你就会开启了自动远光灯啦。我很记得当我拿了这辆车的时候呢，我一脸懵逼啊！我要怎么去操控这个主机啊？为什么开啊？但是冷气的话，我调整哈，它又可以出来哦。那我想要进去呢，怎么拉呢？那我快捷键 Home Button 按了，它还是不会回去的哦。怎么办？怎么解锁？哦，原来哦，这里有一个按钮，你按一下那个 On 就可以用了。就是这样，它就是一个好像解锁跟锁这样的。我这里调音量，这边也可以调音量。如果它放在左边的话会更好，因为让左驾驶的人呢还可以操控一下那个音量哦。AVM。360度的 camera 非常的高清，我是蛮喜欢的，而且它很聪明哦，它还会在转弯的时候，你一靠近旁边有东西，它还自动开给你哦，还自动切换角度，我觉得是蛮棒的啦。但是后面的镜子很小啦，所以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看得到，但是好在有非常大的side mirror啦，我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了。那这里有一个天窗，手动开启遮阳帘，然后这里按一下，它就会打开通风模式，再按一下就会打开它的 sunroof， 再按多一下，它就会打开完毕。是大概打开一半而已了，它打拍不完的啦，按一下，关闭了。你会看到下面这里有个洞啊，可以放很多东西，蛮大一下啊，还有12伏电瓦，隔壁还有 USB 插槽，还有 Type C 插槽。驾驶座位是电动调节的啦，然后支撑性还可以，然后它的皮革是蛮软的，对我来说蛮舒服的啊。这里就可以打开后备箱，长按一个1秒到2秒，油盖这边打开。是风琴式踏板，那它的油门是蛮敏感的啦，它不像 X50这么迟钝。4个窗都是一键上下。如果今天我把引擎关闭了之后啊，我的窗口没有关，门一锁上了之后啊，它都会自动帮我关窗的。那一种感觉，叮叮叮叮。那它的后面的座椅呢，就也是发泡棉是蛮软的啦，但是有点短，还不是算很长。座椅的角度呢，大概也不算很倾斜，我希望呢它是能够调整的啦。然后这里就有灯，有中央扶手，至少它会顶在这里，左右手还可以算是对称一下。这里有后座的冷气出风口，当我推到完，还有一个 USB 插槽在后面，还可以充电哦。就这样。窗至少可以开到完了，还有一个喇叭。
不用怀疑，这个声音是代表我的钥匙在手上。如果我一离开车的话，就会提示你一下啦。这个尾箱空间呢，300多公升的，它其实比 X50来的大一点点。我觉得稍微蛮高啦。如果你要抬上去的话呢，就有一点少许的吃力，一定是有备胎的。12伏电瓦，然后椅背还可以做倾倒。它的开启高度呢，你可以在它的唱机里面去做调整的。所以我是开着180的啦。后面有写着230T，不要怀疑哈，它不是230匹马力，它是230个牛顿米的扭力。后面有2个假的排气管。留言在下面给我知道一下，你觉得这辆车帅不帅？我觉得是 OK 啦。只是我觉得某个程度呢，这辆车因为它轴距还是宽度呢，肯定都会比 HRV 啊还有 X50来的大。可是你就感觉到那个轮胎有点怪怪的，有没有？虽然是18寸了，但是它比较太硬里面一点点。我觉得如果你换一个轮圈 ，offset 比较漂亮一点出来的话呢，会更加的好看。因为真的是太小力啊！这里轮胎215/55R18寸，来自 GT Comfort F50的轮胎，然后后面红色的刹车卡钳，可是它的碟就这么小而已哦。前面的尺寸也是一样，215/55R18寸，前面的刹车卡钳也是涂为红色，可是就是感觉到它的盘有点小哦，所以导致成刹车，我觉得还要再改一点。这辆车呢，在中国啊，它是有 1.6T DCT 的，前面是用 McPherson， 后面是用 Multilink， 可是在马来西亚这边就推出了1.5 Turbo CVT， 它后面就是 Torsion Beam 了，就让我想起了，就是今天你买 A200 就是 Torsion Beam，A250 就是 Multilink， 副驾驶也是会有电动调节的座椅，然后你会很明显看到这边有 Type C 还有 USB，Type C 拿来充电的 ，USB 拿来做 Apple CarPlay 还有 Android Auto 的。打开引擎盖，这辆车呢，一推出的话就是本地组装哦，所以价钱就可以跟 X50 HRV fight 了啦。这具引擎是一具1.5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它就跟 X50 HRV 也同样的1.5公升。这三者里面呢，只有 X50是3缸 ，HRV 还有这辆都是4缸。这辆车有156匹马力，扭力为230个牛顿米的，所以它是在这三者里面输出还不算大的一辆。配搭这一具 CVT 的5段变速箱，还有油压顶杆，我们去试驾好吧？哇 ，Let's go。OK， 好吧，我们去试驾了。只要你系上安全带呢，挂到 D 档，它就会自动解除它的手刹。OK， 我觉得这辆车呢，在马来西亚来讲哈，因为它是 Cherry 啦，所以很多人都很陌生哈。它不像我今天驾过 Toyota，OK， 一上手任何的 Toyota都很习惯的，它的音量调节在哪里，它的冷气在哪里调，它的这个side mirror哪里调。驾驶感受的旗鼓相当，就没有差太远。坦白说，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试驾奇瑞的车子。直接竞争对手呢，这辆车是 X50啦，所以很多人要买 X50的人呢，都会先考虑一下这个 Cherry 到底好不好，所以导致成很多人在问我，这辆车 O 不 OK？X50 跟这辆呢，大家都有好有坏的地方。那这集影片呢，是 Cherry 是没有给我任何的收费的，所以我就可以实话实说，好与不好的地方我都会再讲了哈。那 X50 给我的感觉就是它的这个操控是相当好的，而且它的悬挂系统是比较偏硬少少，然后离地界面也是比较低一点，所以导致它的操控真的是蛮不错的。7 Speed DCT 好吗？真的是好，可是呢，在它换挡的时候，某个程度我觉得，哎呦，这个像 DCT 咩？为什么它的这个换挡为什么可以这么慢呢？啊，升档还 OK 啦，但是降档的时候呢，就不行了。然后 Proton 的这个油门的反应呢，就是会比较迟钝一点的，加上它的引擎的反应也是，所以每次呢，就是我在超车的时候呢，你就要先提早把油门先踩，然后你再超车。队友忘记连接 Apple CarPlay， 要用线的咯，不能无线哦，至少是有啦。这个就是赢过 X50一个地方了。I have Apple CarPlay man。你看它起步的时候呢，就完全是没有任何的 lag 的，而且甚至还会把转速提高，像 Toyota 这样，然后给你 pick up。起步顺畅了之后呢，它再把转速降低来，很像Toyota这个感觉就是。而且就是因为 X50是一个 DCT 吧，你需要松开你的刹车之后呢，它的这个离合才会结合嘛，你才能踩油去，所以那个会慢一个半拍左右啦。OK， 那这辆 CVT 是完全毫无的 lag， 直接当着普通的 AT 变速箱这样子来驾而已啦。而且很顺畅，我跟你说，驾 CVT 的话呢，就面对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啦。尤其是如果你驾过新款的 RCR 啦或者 MyV 的话呢 ，CD 也是，当在低速很低速的时候，你油门踩不多，就踩那一点点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它会有那一种莫名的 jerking 啊 ，rubber band effect， 就是会震一下震一下这样子，很不舒服的感觉。但是在这一辆车上面是完全没有哦。我可以说我慢慢踩是很舒服的哦。我再踩多一点油门下去的话，它反应也是蛮不错。你看它转速提高。那对啊，这个影片呢，你就不会看到会有那个
仪表在左边这边，因为它的这个仪表跟这个地方太靠近了，所以我放我 GoPro 之后照不完这个的啊，抱歉啊各位，希望你们用眼睛可以看得到啦。所以它的 response 也是相当不错的。当我一脚油门，我不要踩到底啦，我踩多一个20-30%下去，你看它的 RPM 啊，直接先拉上了之后呢 ，turbo 才来。虽然 turbo 没有讲很 lag， 还会换挡模拟一下。真的，我加起来的话，我蛮喜欢它 response 的，这是第一点。还有就是 CVT 的这个感觉就很像日系车这样 ，response 很快。再踩多一点，看到吧？转速会直接提高哦。踩到完 ，OK 啦，这120千给到你这种 CVT， 不错。然后隔音效果在这辆车呢，会明显的比 X50来的好一点点。风切声呢，大概120 km/h 就会开始出来，可是，在 driver side 这边是没有的，在左边驾驶的话会传出一点点出来的。然后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辆车是用的 GT 的轮胎啦，然后感觉上应该是那个噪音会好一点点的，不会那么吵，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听到那个胎噪声，所以可能是轮胎的关系呢，还是隔音的关系，那我就不太清楚了的啦。它悬挂是真的很软，你看哦。在这种城市驾驶的时候呢，某个程度我会叫它会晕啊。我个人啊，因为我习惯了那种比较低，还有比较 firm 的车，啊，比较上下跳，而不是左右晃动。这种 SUV 的通病就是在这种路的话，你会左右晃动哦，就会有一点晕啊，我不习惯了。然后在过减速带的时候呢，我们车是上下弹动，这辆车有个时候是左右晃动啊，这个就是问题来了。可是呢，它软的来哦，它让我惊讶到就是我当时在格萨赛位我加快的时候呢，越快越定的我这辆车，它感觉上它的那个避震器会有2段式的哦，就是前面那段是比较软，但是一到后面那段弹跳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呢，它就会变硬，感觉上就是这样。OK， 所以呢，在那种高速公路呢，会有那种起伏的路，一下子下去那种，你们有 feel 过吗？你的车就会下去再上来弹2下，这辆车是下一下子。下的也不多，下去了之后，它上来呢，它就不会再上下了。模拟到巴士那种 air suspension， 就是弹一下就好，所以导致成整辆车是非常的稳定在这个高速上面。而且你跑得越快的话呢，那个方向盘是越紧凑越重的哦，所以给到你在高速上面有一个信心。这辆车的 top speed 我试过了啦，大概是190 km/h。你基本上你超过170这样子的话，你的蛮吃力一下了，毕竟还是1.5公升，马力也不是很高。本来我觉得这辆车会比较吸引多一点女人啊，女人都觉得蛮漂亮、蛮时尚的。油耗呢也不会很耗油，对我来说，真的是比 X50 省油很多哦，真的。而且 X50 的油缸才40个里特，这辆车47里特，大概50个里特左右的，蛮大。对我来说，转速呢维持在2000左右呢，这辆车已经是很好去超车啊。那很可惜呢，这辆车有几个缺点啊，我发现到了。第一个缺点就是呢，它的驾驶模式呢，就是它只有一个 Eco 还有 Sport， 就这样。你要买到Tiggo 8 Pro 呢，它就会有 Normal 的感觉，很常在 Normal Mode 那边驾驶的话，这辆车就没有给到你。可是这个 Eco Mode 的，我也感觉到也没有很 Eco 哪里去，因为当我切换到 Sport 跟 Eco 的分别呢，它的转速也没有讲提高的很多，顶多它的油门踩踏的感觉就比较敏感了一点。然后第二个缺点就是这辆车没有换挡拨片啊，所以它这个操作呢，虽然对你按9大概1秒钟呢，你就可以操控9个档啊，模拟的啦，是很酷啊，这个档挂是很酷。可是它对我来说有点不太方便，有时候我们需要做一点降档来做一些引擎刹车的时候呢，就不太顺手了啊！你变成你的手要按一个1秒钟，然后再就慢了1秒钟了 ，bro。那我直接挂到 manual mode， 然后给它自己换挡哦，因为到了一个转速它就会自动升档哈。OK， 做一点 launch control， 踩到完。3档。OK 啦 ，OK 啦，1.5公升，不错啦哈。OK， 那再来的缺点就是，我觉得它的刹车真的是不够，
因为你这样表面上看上去这样大辆车，卡钳又小，它的碟又小，驾驶有要求的话呢，你就会好像我这样咯啊，我们这种脚痒屁股痒的，我们就会去改刹车卡钳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改一个轮圈啊，改一个避震。再来一个缺点就是呢，这个仪表盘跟这个是分开的嘛，10.5寸10.5寸，可是呢，就是在晚上我无论是调到最低的亮度呢，这一个是 OK 的，可是在这个仪表上面呢，我感觉到某个情况下它有一点小刺眼，我希望它能够再暗一点。好吧，然后它不是 AMOLED screen， 它是 LCD 的，所以 LCD 就好像以前你的 iPhone 手机一样，当黑色的时候呢，它其实不是完全黑的，它是白光来的。刚刚我以上列出的缺点之后呢，其实它后面的都是优点的。第一个，首先呢，就是同等级智能对手里面，这辆车的音响呢，我算是觉得是最好的，很少看到有 Sony 的音响用在车上，大概是8粒喇叭左右。誰沒有一些舊恨心魔，一點點夢心錯，誰沒有一些得不到的夢？誰人負你負我多？誰願意解釋為了什麼？一時已經風雲過。它这个音响呢，其实在里面是可以做调整的啦。当然我会做一点小手脚了，我已经把它的音调过了的。可是调得出来呢，它给到那个低重音啊是蛮不错的。那这辆车会比较有层次感啊，有听到人声，有听到它的低重音。其他的优点就是省油啊，隔音不错啊，然后就是内饰很漂亮啊。配备呢就是满满的有 ADAS 的自动刹车系统啦。今天就不试这个了哈，切入到 Sport。我感觉到它的 Sport 可以再做得更好一点点，把转速再拉高一点点。OK， 但是已经是算不错了啦。我现在110多过这个弯，对，它的侧倾是蛮大的，可是它就屁股的这个 suspension 是很软，所以它可以咬着地去，2个轮在地上。OK， 然后就是感觉到这个后面的真的是超级软。当我载人的时候，我过一个减速带，你会 feel 到的。你感觉到后面就是会沉下去一下子，这个底盘的感觉就像日系车跟欧系车的中间，没有踩到弯哦，油门。OK， 那我就来到三角这里了哈。总结呢，这辆车在这个价位120千左右的价位呢，也能够买到这个这么时尚的设计啊，它的油耗也不错，加上它的种种的配置也给到不错呢，其实性价比是蛮高的，外观也是蛮新鲜，因为在马来西亚很新嘛。X50G 毕竟呢，在马来西亚已经有一段的市场的这个时间了，所以看的也是非常腻了的啦。所以这辆车值得买吗？其实我觉得120千是这个价钱真的是没有的嫌弃了的。那至于我刚才列入的缺点呢，其实是不是每个人都觉得它是缺点，当然是我个人觉得的啦。Omoda 5冲上云霄啊 ！Omoda Wee！ 好了，各位啊，影片就到此结束。如果想要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了 ，Goodbye。